男孩的身体是个吸铁石，把铁勺往身上轻轻一放，瞬间就吸了上去，最多可以同时吸5个叉子，硬币也不在话下。这些东西就像被粘在他身上一样，非常牢固。他不仅能吸铁，手机也可以完美吸附，甚至连陶瓷盘子都可以。而且当他生气的时候，吸力会变得更强，能吸住更多的东西。这个特异功能是在他吃饭时偶然发现的。妈妈看到大为震惊，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却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和他一样身体有磁力的还有下面这个男孩，他的超能力是奶奶发现的，往他身上丢硬币，硬币根本不会掉，牢牢的吸在身上。他不仅能吸勺子、硬币、手机，什么平底锅、电熨斗、手风琴都可以轻轻松松吸到身上，最多能吸50斤的铁盘子。奶奶说他的磁力还可以治病，有一次就治好了邻居的头痛。邻居对他的绝技称赞不已，但他说每次施展魔力后都会感觉很累，要休息几天才能恢复能力。如今已经长大的他不仅变得更胖，磁力还变得更强，甚至还上了电视，给观众表演了胸口吸铁锅，观众都惊叹不已。不过也有人质疑，说因为他肚子大，身体有弧度，东西其实是被他撑住的，那到底是磁力吸引还是被撑住的？最终呢也没有个确定的结论。但下面这位大叔看了之后表示不服，大叔的身体有磁力，一次性可以吸85个勺子，连后背都可以吸起一个大铁盆，不仅不会掉，还非常牢固。身体磁力最强的地方是胸部和腹部，胸口还可以吸各种水果蔬菜，小黄瓜轻轻放在胸前，立马就吸上了。后来还尝试吸手机、盘子、瓷砖、车钥匙，都可以成功吸附。他说目前世界纪录保持者可以在身上吸53个勺子，他第一次尝试就吸了85个勺子，直接打破了世界纪录。还说吸东西完全靠意念，要集中精力，然后把体内的能量转移到胸口上。普通人这样做也可以把勺子吸到身上。再后来他不满足于吸小东西，开始尝试大物件，汽车引擎盖可以轻松吸附，茶几玻璃也没问题，甚至连木头门板都可以，转圈也毫无压力。他说自己完全掌握了这种能力，吸任何东西都像喝水一样简单，还可以把能量输到全身，想让哪个部位吸都可以，脸上也没问题，自己可以随意控制能力，只需要紧闭双眼就可以开启或关闭，让它掉就会掉。但科学家们否认了他的说法，说他只是皮肤比较黏而已。如果在夏天1个星期不洗澡，效果更好。专家建议洗澡就好了。拥有这种超能力的还不止他们，下面这位大叔更夸张，大叔的身体能吸铁，一次性可以吸100个勺子，四处走动，勺子也不会掉。他说腿上的磁力更强，走在路上都会把附近的小铁钉吸到腿上，直接成了一块行走的吸铁石。小到铁钉勺子，大到汽车引擎盖，通通可以吸在身上，盖子上还可以坐一个人。那他为啥会拥有这种超能力？真的是神奇。现在呢，他要升级挑战，胸前吸上一个凳子，凳子上再坐个小伙子，还准备拉动一辆汽车。挑战开始，汽车还真被他拉动了，但他并不打算停止挑战，说以后准备拉火车和飞机。接着他还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获得超能力的。原来5年前遭遇了一次严重的电击事故，没想到摇身变成了一个人体吸铁石，能够吸附起任何东西。这种能力还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强。这种现象让科学家们感到迷惑，如果纯粹凭身上的磁力就能吸起东西的话，那么他们身上的磁力将是地球磁力的1000倍左右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。科学家对他进行了全面测试，结果发现他身上压根没有任何磁力，和普通人没有区别。最后才发现他的皮肤能够大量分泌一种粘性皮脂，这使得他的毛孔像吸盘一样，所以才能吸住物体。科学家最后建议说，你也去洗澡吧。好了，我是预备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这条小溪的石头会按摩，用手摸一下，肌肉就会剧烈跳动，瞬间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感觉麻麻的。流过石头的水好像也有神奇的魔力，村里人像疯了一样泡在水里，说泡完全身酥麻，神清气爽，而且每天都会来泡一遍，有的还会把河水接回家，说这河水啊能治病。工作人员忍不住好奇摸了一下，瞬间感觉被电到了，接着摸了几块其他的石头，却并没有酥麻的感觉。整个小溪只有这块石头会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，好像真的存在某种磁场和能量。节目组请来专家也被电了一下，真的是奇怪。顺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就发现了一间房子，刚想开门咨询，却被门把手电了一下，用电笔一测，门上果然有电，而且看样子很久没有人住了。用电线把房子和旁边的石头连起来，电压竟然高达25伏，这就很反常了。电表拉闸后，电压接着就变成了0，而且那块石头也不再让人产生酥麻的感觉。很明显了，这座房子在漏电，电流传导到了石头上，所以才会让人产生酥麻的错觉。维修好了短路位置，石头也变成了普通的石头，村民却很伤感，这么舒服的按摩方式以后再也享受不到了。刚解决完石头的问题，下面这个西瓜又发生了新的问题，医生竟然在给西瓜做 CT， 因为这个西瓜发芽了，明明买的时候好好的，仅仅过了1个晚上就长出了新芽，而且还在肉眼可见的生长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挤出来的，并且西瓜重量也变轻了。大叔说，自从西瓜开始发芽后，家里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自己身体感觉年轻了不少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都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烧香磕头。周围村民
民听到这个消息都很震惊。这个村民就说自己活了25年，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，连这位种了50年西瓜的果农都是第一次听说。有人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、成精了，才会产生神奇的力量。为了搞清楚怎么一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。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。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也可能是瓜农使用了催熟剂导致了发芽，最终顶破表皮冒了出来。种子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尴尬的笑了笑，说以后不会再给西瓜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然而发芽的还不止西瓜，下面这个更加不可思议，泡在酒里5年的人参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，根系也变得更加发达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经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价100万想要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啊，气色都变好了。然而药酒专家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，猜测可能是主人泡酒时加入了豆芽，把豆芽误以为是人参发芽了，但主人却说并没有往酒里加过豆芽，还展示了最初泡酒的照片。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因为朋友见过他泡酒，大叔给朋友打电话确认，朋友也说当时人参没有发芽。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节目组找到大学教授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教授说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教授猜测说，刚开始泡酒的人参是新鲜的，可能本身就已经长出了芽苞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苞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。还有个猜测是，瓶子的密封性不好，瓶内可能含有氧气，还未死掉的人参就有可能继续生长发芽。人参发芽的谜团终于被解开。好了，我是岳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家每天都会发生命案，一夜之间家里的鸟接连离奇死亡，每天都会死掉几十只，现场一地鸡毛，惨不忍睹，有的甚至连头都不见了，看起来不像是自杀，每只鸟都受到了致命攻击。奇怪的是，除了留下一滩血迹外，尸骨却相对很完整，也就是说凶手只是喜欢猎杀，但是不吃。关键这笼子没有任何缝隙，凶手是从哪里进去的？经过连续几天的摧残，鸟儿现在变得很敏感，只要见到人就会吓得到处跑，曾经的鸟类天堂变成了地狱。大叔设置了各种机关，但一无所获，鸟笼周围也没有任何脚印，这个凶手非常狡猾。大叔也没有什么仇人，凶手到底是人是鬼？节目组在鸟笼周围安装了多个摄像头，夜晚来临，他们死死盯着监控，一直等到凌晨3点。就在这时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慢慢逼近鸟笼，只见它突然发动攻击，鸟儿受到惊吓，到处乱撞，尖叫不止。等鸟儿再次靠近笼边后，这东西再次发起攻击，死死地抓住小鸟，小鸟扑腾了几下就没了声音。这东西还炫耀似的看向摄像头，这才发现原来是只猫头鹰。因为进不到笼子里，它会先把鸟儿逼到角落，由于笼子有弹性，它能一把抓住笼边的鸟。为了不再让鸟儿受伤，主人在鸟笼周围拴了几只狗，狗狗很尽责，整晚守护着鸟笼。连续几天猫头鹰都没再来过，鸟儿终于恢复了安宁的生活。刚解决完鸟的问题，下面这家的鸡又出现了新问题，他家的鸡蛋会飞，每天都会飞出去4、5颗。起初主人并没在意，然而更多的鸡蛋源源不断的飞出来，围栏外到处都是破碎的蛋壳，主人怀疑是黄鼠狼干的，还特意增加了围栏的高度。但邻居认为以现在围栏的高度，黄鼠狼是不可能抱着鸡蛋跳出来的，而且它要吃鸡蛋的话，完全可以在笼子里解决，但笼子里干干净净，没有发现任何动物的痕迹，飞出来的鸡蛋蛋黄蛋清也还在，到底是谁在偷鸡蛋？他们在各个角落都安装了摄像机，5个小时后鸡蛋再次飞了出来，他们立马查看录像，就发现一只大老鼠路过了案发现场，紧接着一颗鸡蛋就飞了出来。难道凶手是老鼠？他们仔细研究鸡蛋的下落轨迹，猜测鸡蛋应该是从屋顶上掉下来的，屋顶是圆弧状的，也许是一只母鸡喜欢上了在屋顶下蛋，下完的蛋就滚了下来。工作人员还做了个实验，让鸡蛋在屋顶上自由滑落，结果鸡蛋掉落位置和之前鸡蛋位置是一样的，反复做了几次都是相同的位置。那鸡为啥会跑到屋顶下蛋呢？专家说，如果母鸡受到了外界的威胁，它就会选个安全的地点下蛋，可能就选择了屋顶。为了证实这个猜测，工作人员架起摄像机对准了屋顶，接下来就是等待母鸡的出现。没过多长时间，果然有一只母鸡飞上了屋顶，感觉马上就要水落石出了。但5个小时后，这只
鸡一直没有下蛋，没办法，继续等吧。工作人员等了整整5天，都没有鸡在屋顶下蛋，也没再出现飞出来的鸡蛋，还真是奇了怪了。这还没完，下面村子又发生了怪事，村子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。最近几天，村口池塘的金鱼神秘消失了，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村民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，无聊的时候会在池边喂喂金鱼，聊聊家常。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大喇叭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，但是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。他们寻找了半天，只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。有个大妈说，之前看到过一只黑头鹳在池塘附近转悠了半天。另一个村民认为是海狸鼠，还有说是水怪的，说一定就藏在水下，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众说纷纭。村长分析说，有一条沟渠通往池塘，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黑暗中一双闪亮的眼睛特别明显。接着他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不一会儿又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儿到底是个啥？好了，我是岳飞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